军下班，北洋陆军主力将悉数登场，开往永平，实行大规模对抗军演。土方殷切希冀，在座各位都能领会朝廷在此特殊背景下而举行的特殊军事举动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活动，更是一次政治布置。没什么好茶，凑合喝吧。你还是这么清汤寡水的，就没想到给自己找个女人吗？巧得很，他明天就到。哦，有这事儿？哪儿弄的？怎么没听你说过？嗨，大命天定，咱自个儿也没料到。这我信，男女之事大多因缘前定。我倒要瞧瞧，你这个品味颇高的男人，给自己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明天请我吃饭啊，让我见识见识。那是一定的。此次永平秋操，我想来想去，最终还是挑了你们第6镇一块儿开拔。是啊，好友俱在，你、任俊、麦琛。都是亲热极了。你这个总督察还能如此念旧，我很高兴。我一直没弄清楚，李仁俊是谁提名来的第12届？嗨，这来都来了，清楚不清楚又有什么意义？怎么这个口气？那还能怎么个口气？他来了也挺好的，不到半年啊，就把第12协玩了个熟透，和谁都勾肩搭背的。地兰普，我听明白了。是啊，他这一套，你肯定不会。不是不会，是不屑于。能调得动他吗？你还是老样子，你吧，闹不清他说的话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这可不行啊，开支。同窗好友都搞不定，更别提那个吴协统了。涂芳，不瞒你说，如果不是秋操，我可能已经请假回北京了。真让我意外呀，开支。那能怎么办？这么多年啊，我们为之奋斗的和实际到手的完全两样。你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第6镇从里到外就彻底成老袁家的了。第6镇目前的状况，我和涛背了其实非常清楚。清楚有什么用？关键眼需要您的时候，嗨，您出国了。妈，别你俩躲屋里说悄悄话呀，那边酒都上桌了，都在等你俩呢。好，吃饭，走，吃饭。别太客气，咱们还有7、8天好混的呢。
哟，走吧，跟我一块儿回家去。没想到你亲自来接，瞧你说的，我有那么大关系吗？有那么一点。那现在还有没有？你得有个心理准备，去面对一个人。任俊啊，梁湘，他在你们这儿啊？第6镇3天以后开拔，赴永平秋操。他是整个参演部队的总监督。他梁湘跑你们这儿来当总监督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谁叫朝廷不信任我？所以，你们的演习，所有的国内报纸都早早的登载了消息，我也为此而来。看看吧，黄信给你的。克强不是在广州吗？广州起义失败后，他撤退到上海。我正犹豫是否来此赴约，是他督促我一定要来。借秋操相机举义，克强果然太乐观了。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此次秋操，朝廷对各部防范甚严，枪弹两分，并有禁卫军第1协随队开进，严加监督。包括梁湘随行第6镇，也完全是针对我的。可他却口口声声对我说，是来会友的。他怎么这么伪善？他是摄政王核心圈的人，利益所在，不能不为善。统治大人也真是的，车站上啊就直接把你拉到我这儿来了。你怎么开口闭口报官名儿？统治大人长，统治大人短的。军中就这规矩，咱家任俊特意嘱咐我改口了，谁愿意这么叫啊？叫来叫去都生分了。你从京城过来，去过梁湘家吗？去，怎么不去啊？一个星期好几趟呢。哎，你儿子上学那地儿啊，就在我家边上。朵梅有时候忙不过来，都是我替他接送孩子。上学了？是啊。哎呦，梁家那老太太别提多重视这孙子了。先不说上学啊，小小年纪非逼他学画。哎，你知道老师是谁吗？谁？端老四啊。端老四是谁？这你都不知道？就是前任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端方大人。1年前丢了官衔，反正闲着也闲着。这老太太面子大呀，让他来教孩子画画。哎，上门教1个月2回，你说得了不得了？这凯芝啊也是聪明啊，把你拉到我这儿来了。中午梁湘还得过来吃饭，这关系忒复杂了点儿。放心吧，妹子啊，这上头啊咱可是行家，姐替你和了这团生面。想当年，男人们为了我争风吃醋，头破血流，多了去了。怎么，不相信啊？哎，等一会儿任俊回来了，你问问他是怎么把我娶到手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原先那主子啊，小刀子都戳到任俊鼻尖了，耳朵差点没割下来，就那样，任俊眼皮都没眨。也是因为这事儿，我瞧出来了，任俊是真心疼我。
要不然我能跟他到今天。第6镇的武器保养是第1流的。谢谢长官嘉许。静止状态下的武器完好率易于达到，野外使用就难说了，更不要说在战损下的武器修复。你们第12协能做到吗？此次秋操一共有5名枪炮骑士跟随，但估计都用不上了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按照秋操指挥部刚刚对我部下发的规定，弹药一律由禁卫军第1协替我部保管。你说这些枪械离开了弹药，不就是一堆烧火棍吗？是不是过度防范了？如果让沿途的百姓和稀内情，指不定如何吃下餐呢？哪还有军威？哪还能震慑乱党？连北洋陆军主力都不相信了，还能相信谁？去见秋操指挥部，就说是我指示的。第6镇的弹药不再由禁卫军保管，而由该部自行携带。是。这次我去德国，大开眼界。人家藏军于民，平战2相其力。金句一例，人家的大小洋钉、螺丝螺帽，军民统一标准，统一制造。这真要是打起仗来，德国军队的任何一辆汽车、马车，亦或是炮车的钉子坏了，都可以去居民家中拆开桌子凳子，找到合适相符的洋钉、螺丝螺帽。这西方强于我大清，无非就2字：人家长期远略，举一事定一策，决于15年前，一到临事，便能水到渠成。咱们呢，明天的事儿，今天还没谱呢。你看，离开拔还剩2天了，可是到现在，我这一任统治，还没拿到行军命令呢。凯之，要理解，特殊时期，军事行动的制定，更多是出于政治的考虑。我看，今天上午就到这儿吧。你那相好的到没？带我们瞧瞧去。天下之大，你凯知多少女人可做挑选？凤郎，凤郎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都来了，快进，快进，快进！来，进来。杨娜，哎，茶都准备好了。开始。您过来了。哟，凤兰，今儿这一身不错啊。任君，你媳妇会穿衣服，也敢穿。嗨，他这一身啊是前年收红包里裁缝的，说是东京时尚款，咱也不懂是吧，叔？谁说不是呢？哎呦，这留过洋的呀，就是不一样。这东洋市场上多少花色式样，多少漂亮衣裳，咱们舒红啊，样样都会剪、会裁、会缝。哎，
再说了，我不算敢穿呀，那日本女人才叫敢穿呢。女衫露出手臂1尺左右，女裤吊高至1尺有余，这内搭一件红羊纱背心儿，外面再来一个眼纱披肩。哎，这京城规矩可就多了。虽然呢也有1、2个个性放肆的风尘女子，但是最多就弄身旗袍。这旗袍最难的呀，就紧身型的，你得会量身会剪裁。那是舒红。凯志，我怎么不知道舒红会洋裁？不就是件衣服吗？没什么大不了。一件衣服在东京不是大事儿，在咱这可就是大事儿。不是有革命党拿女人放脚、剪发、束胸说事儿吗？凯志，中国不比东京，挪动一只火炉子的位置，都可能流血。咱们今天不是来吃饭的吗？任俊兄，饭在哪呢？对，梁大人这边请，快上菜。哎，好嘞，等着啊。哎，快尝尝，快尝尝，这关外的酸菜白肉血肠啊，可是看家菜。我说梁大人来了，不得弄点金贵的呀？但任俊说了，梁大人祖籍可不就是关外的，既然来了我们龙兴之地，不得吃点老祖宗的菜不是？哎，这个白肉啊是本地的黑猪肉，血肠呢是新灌的，这个酸菜啊是我亲手腌制的。这营房里就这点好，大陆菜要多少有多少。哎，舒红，你快尝尝，看看这个肠和你在东京经营的口味上还习惯吗？尝尝看。舒红，你在东京做的肠，可没这个味儿。肉不一样，东阳猪大，产肉多，味儿不鲜，得往里多加咖喱粉。日本士兵餐餐都离不了咖喱。头发，来，咱俩碰一个。哎，别和我碰，这桌上谁是稀客，你和谁碰？听见没？这官大的就是跟咱们不一样，心细着呢。这桌上谁是稀客啊？就属我们舒红了。来，我代表梁大人敬你这远道来客一杯。客？我算是客吗？还真算不上客，要算，也是军属。对，军属。来，你这军属也陪着。哎呦，我这军属啊可是倒血霉了，哪次陪酒不都得跟着呀？人家手下多少管带镖桶，一个个碰过来，喝得我七荤八素的。嫂子，喝不了就不喝。那哪成啊？人家梁大人都发话了，我就替梁大人敬你这个稀客。军属。对。哦，军属，那就军属碰军属，来，干！这次我跟着出访法国，可算是见识了韬贝勒的马术。开智，其实骑兵总监最合适的人选，应该由韬贝勒来做。韬贝勒的马术总听人夸，但从未见过，真的不错。岂止一个不错，巴黎郊外的索米骑兵学校，主人牵来了一匹安格鲁诺尔曼骏马，让我们一行中国客人试骑。安格鲁诺尔曼，法国马可不得法国名嘛。法国人热情啊，咱做客人的不能不领情。几个随访挨个试骑，都摔了个仰八叉。闹这事儿，胯下无马，马上无人。我也觉得奇怪，此马并不刁蛮烈性，甚至训练有素，为什么都骑不了呢？这主人呢也不到实情，就站在一旁抱手观看。我本来想试的，韬贝勒一把拦住了我，说：“我来吧。”该不会是圈套吧？有意看大清官员的笑话。也许吧，可你还真不好往那想，那就小气了不是？哎，可不是嘛，客随主便，场面上得过得去，对吧？别打岔，听屠方说。韬贝勒还真行，他走过去，也不上马，而是亲切地拍了拍马背，那马还真懂他，立刻仰天长啸。
哟，感情交流，这马也是有语言的。说对了，就是这身嘶鸣，掏贝勒心里就有底了，懂它的特性了，上去了，翻身啊，上马了。得，人家还卖上关子了。这梁大人赶上说书的了。把耳朵都捂上，不听了，有点志气行不行？别呀，凯子，咱这饭桌上谁官最大？屠方呀！你凯子不听长官的，你想听谁的？你们知道这涛贝勒在马上是如何表演的吗？他策马跳起舞来了，前3步，后3步，左3步，右3步，呵，华尔兹。这法国主人啊，立马鼓起掌来。原来啊，这本就是一匹专门用来跳舞的马。这就完了？瞧你那傻样，女人领会不了，听了也白听。这陶贝勒当真有这本事？如果他把对马的心思用在君子府上，我看你屠方也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。别这么说，人家还是有长处的嘛。屠方，你得给陶贝勒递话，跟陶贝勒说，别老做马的伯乐，得做做人的伯乐。叔公，听出来了吗？这俩人就这副德行，跟当初去东京的游轮上一样，油嘴滑舌的。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开智，就你官邸墙上挂着的那幅画扇上写的：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”不周，这儿没什么可护卫的了，你去花园那边协助总督察的卫队，那是警卫重点，千万不能出事儿。是。到家了，请进。这地方也太大了，大而无当。北洋军的统治啊，就这做派，换了别人啊，这儿早摆满了各种宝贝，他们要给我置办，我没让。卧室在这边。怎么样？玫瑰，而且是黄玫瑰。驻地根本不产这花，你知道是谁弄的吗？李仁俊，他托了铁路的人，从天津搞到的，专门为了你。你说这人了得吗？你们仨人关系太奇怪了。奇怪吗？换了别人，今晚上这顿饭，搁谁也咽不下去。哎，就能平平安安，一团和气，欢声笑语。你先洗澡，浴室在这边。我让他们今晚谁也别来打搅，电话都掐了，就我们俩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李协同，这是12协李协同，都收枪。李长官有事吗？见见老朋友。对不起，您不能带枪进去。没带枪啊。
请李长官跟我来。李长官，在二楼。第20镇统治张绍曾和第2混成协协统蓝天卫同为日本士官生，2人关系紧密，2支部队的宿营地点务必分开，防止其互相串联。好，就这样。进来。梁大人，就想这么躺着，永远也不起了。就这么静静的，静静的。那就静静的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想，我可以陪你到天亮。你说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带兵？干嘛这么说？这带兵得像李仁俊那样，胃口大，什么都吃，吃什么都香。你也是太挑，选择性太强，什么都要个完美，哪有完美？有啊，你就完美。别扯了，什么完美？懵里懵懂的跟了那么个男人，在一栋黑乎的大楼里摸索，寻找自己想要的，跌了个鼻青脸肿，好不容易见着亮了，贞操没了，脸也黄了。我可没那么要求你啊，你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，男人需要的，在你身上都能找到。就你那眼睛，又大又温柔，顺着它，我仿佛能走到你灵魂里去。你也是顶呱呱的男人，你这脑袋怎么长的？估计敲下来随梆梆响，能一直连到脚丫那儿。那你敲一下，看能不能连到脚丫上。那我敲了。你轻点儿，别把我这聪明给我敲没了。我的男人是不冷不哭泣。是吗？当然，岂是那些圆滑适度的李仁俊们可以想的？你是在鼓励我呢？不，你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，是为了全民族的。你是真正充满了革命勇气和革命理想的人，没有丝毫的个人之力。也许有一天，这个国家将会造一尊纪念先贤的明墙。我断定，咱们的子孙会在那面墙上知道一个叫杨凯之的名字。如你所说，我一定做到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人家给你打气呢，你倒好，当真啦？所以啊，你别乱说，一语成谶。我可不想在那冰冷的掐着你。我掐着你耳朵，你快吐唾沫，这样就不算数了，快点儿！呸呸呸呸呸！国内的局势真的不好吗？怎么说呢？也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得清楚的。干嘛突然问这个？啊，我就看着楼下一堆人在忙，哪儿的消息都往这儿来。嗨，
掏威了那个甩手掌柜啊，大事小事都追着你办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忙点好，省得想那些啊更心烦。更心烦的，那一对啊，你能不想？我就不信了。干嘛给自己自寻烦恼呢？卖油郎独占花魁王，这样的好事啊，也只有在通俗小说里才能够遇到。你还真够豁达。对了，你来第6镇已经半年多了吧？你觉得凯之这人靠不靠得住？怎么说呢？怎么这口气啊？这可是太大的事儿了。德王，我真吃不准。什么事让你吃不准？如果有个风吹草动，他第6镇持何种政治立场，我真吃不准。那你自己个儿是个什么立场？当然是忠于朝廷啊！咱拿皇上的俸禄吃皇上的饭，我李元俊连骨头都是皇上的。咱改了口了，不再是你那袁大人了。袁大人上头不也是皇上吗？那可不一定啊。德王，我知道你离凯之近悠远，打从东京起就这样，哪怕他杨凯之从根上就是一个革命党。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。你有证据吗？我每个毛孔都觉得他是。每个毛孔，千里兄，朝廷里像你这样以毛孔思想的人多了去了，类似的揭发信有这么厚，摄政王红笔一勾，全发还给凯之本人了，这里面有你的没有啊？我能做那事儿吗？也就你刚刚问起我才说的。我李元俊不善走政，尤其不会写揭发信。这就对了嘛。马上就要秋操了，你俩要通力协作才是。既然你提起这个，我就不得不向你报告了。今儿，就咱吃饭那会儿，他顾买臣已经到我的协同衙门上班了。成了我第12协的参谋长，理由倒也简单，秋操在即，满城的军令文书能力比我强，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？说穿了，不就是他杨凯之想借顾买臣之手，加强对我第12协的控制吗？你什么意思呢？是觉得他这个一镇统治，不该对你加强控制，是吗？早啊，叔红。凯之呢？他去骑兵营早操了。是吗？这也太过分了。骑兵营早操有什么好看的？部队下午就要装车，他应该多陪陪你才是。我是那种需要陪伴的人吗？应该不是。你是一个自理能力极强的女人。承蒙夸奖。确实如此。这是你叫我们母子分开的理由吗？
一部分吧。孩子还好吗？昨晚酒宴上，我就等着你问我，可你一直不问。也好，彼此相安。是啊，毕竟同学一场，没必要把已经很复杂的关系弄得更加复杂。你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有必要回答吗？你们俩甜情蜜意的，顾得上来吗？你几时变得这么刻薄？我刻薄吗？我很宽容。这一点你可以向你的亲爱者打听打听。我梁图方但凡少了一点点局气，都不会把第6镇交给他来带。不要跟我说你的公务，那是你们男人之间的事儿。我只和你谈我的孩子，因为我是这孩子的母亲。啊，母亲。是啊，一个女人一旦成为了母亲，她浑身就会散发一种伟大的力量。瞧瞧你，现在看我的眼神，变得都像一只母狮子一样。梁香，你不要以为你身居高位，你就可以如此轻佻语气说话。老实说，在我眼里，你和船上的那个军事生比，高明不到哪儿去。你这样的人，历史上多了去了。大权在握，利益在手。其实你也不能免俗，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你依然在犯。你除了在我面前神气炫耀，我看不出你还有什么别的长劲儿。你别把你的权力利益看得太重，这国家让你们治理成这样，你应该感到愧疚才对。瞧你这一身五花八门的，算什么？终将成为过眼云烟。你什么意思，淑红？你这样胡说是会影响你那位亲爱者的。你现在是第6镇统治的太太，你的每一句话无不代表着他的态度和他的立场。我是我，我丈夫是我丈夫，一点忠告而已，何必以此要挟？福芳来了，怎么没进屋坐坐？我看没这个必要了，杨同志。下午3点，全镇装车，开赴永平。别耽误了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他怎么气呼呼的？没什么，我只向他打听儿子。你说你凯志也真是的，咱秋操了，凤兰也在，你让淑红多待几天不好吗？看也看了，亲热也亲热了，他在上海那边还有事儿。下班车几点5点11分。你陪着，一定得送上车。那还有你说？连长！却把我的梦葬在黎明，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，千年的迷雾深锁成路，
生死前途慷慨奔赴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